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37岁的刘女士被检查出中晚期胃癌，由于肿瘤过大，不符合手术指证。为了提高生存率，医生确定先给刘女士进行化疗，而后等肿瘤缩小后再进行肿瘤切除手术。但是在进行化疗的过程中，刘女士产生了很大的毒副作用，不但呕吐，还开始大量掉发。后来听老一辈的人说蒲公英的根可以治疗胃癌，于是她的女儿挖了好多蒲公英的根来熬汤给她喝。就这样，刘女士一边进行着后续的化疗，一边喝着蒲公英根汤，感觉化疗的毒副作用也小了。半年之后再进行检查，发现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。事后刘女士一家都高兴得不得了，都说是蒲公英的根起到了大作用，不但减轻了化疗的毒副作用，而且还缩小了肿瘤。那么蒲公英能够治疗胃癌，究竟是科学还是谣言呢？蒲公英根致癌的观念还得从一篇科学发现蒲公英根可在48小时内杀死98%癌细胞的文章说起。2012年10月，在一篇2类杂志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。加拿大温莎大学首席科学家雅斯尔安·潘迪教授经过在体外使用蒲公英根的提取物对抗癌细胞后，发现蒲公英根的提取物可以杀死胰腺癌细胞，自此蒲公英根能治疗癌症的说法由此而来。随后中国的一位博主写下了蒲公英治疗癌症的文章，一下掀起了全网风波。但这篇文章却漏洞百出。首先，雅尔安·潘迪教授的这项实验中使用的是蒲公英根的提取物，一般来讲是高浓度高剂量的，普通人用蒲公英熬汤喝达不到实验中的剂量，对癌症起不到太大作用。此外，实验使用的是体外癌细胞，从某些程度上来说，癌细胞是可控的。换句话说，体外癌细胞可以人为的控制它的营养和病毒源，降低它的危害。蒲公英根提取物可能可以杀死体外的癌细胞，但是不一定能杀死你体内的癌细胞。关于蒲公英根对癌症治疗是否有效，目前实验的进展是已证实其提取物可帮助治疗癌症，但只是在试管或是动物身上实现，人体临床实验才开始，目前进展缓慢。加拿大温莎大学教授斯雅尔安·潘迪说道，换句话说，目前还没有临床实验能证实蒲公英根的抗癌疗效。这个时候有人会问，那上文中的刘女士为什么喝了蒲公英根汤，胃癌得到了临床治愈呢？可以说，刘女士的癌症取得临床治愈和蒲公英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最大的原因还是归于规范的治疗，比如化疗。虽然有一定的副作用，但这些副作用能被控制改善，而只是刚好服用了蒲公英汤，最终造成了癌症是蒲公英治好的错觉。虽然蒲公英在治疗癌症方面还没有什么切实的说法，但我们不能否认蒲公英的价值。作为一款中草药，它也有着良好的药效，比如1. 清热解毒。蒲公英性寒，入肝经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，常用于治疗热毒症、肝热、化脓性疾病等病症，对口干、舌燥等表现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。2. 缓解便秘。蒲公英可以缓解便秘，不过便秘分很多种，只对便秘有一点的效果，因为它可以清热解毒，一定程度上改变大便机制，产生内热的便秘。3. 辅助治疗糖尿病。有动物实验研究表明，其提取物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，辅助治疗糖尿病，但注意，只能作为辅助治疗。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治疗还是规范服用降糖药，再配合饮食、运动调理。4. 改善湿疹。湿疹属于过敏性疾病的一种，发病后患者可能出现红肿、疼痛、渗出等症状，而蒲公英就有着很好的消炎止痛的作用。接下来小关会分享给大家8种蒲公英鲜为人知的黄金搭档，不仅能消炎杀菌，还能排出毒素、消百病。1. 蒲公英加红茶，功效有生发、去屑、预防流感，缓解牙龈肿痛。天气热了之后，头屑容易滋生，用蒲公英泡红茶洗头，不仅去屑止痒，还能让头发浓密光亮。季节交替时容易引发流感，蒲公英泡红茶能有效预防各种流感病毒，孩子也可以喝。牙龈肿痛出血不用吃药，用蒲公英泡红茶，一般连喝2次就好。另外对口舌生创也有不错的作用。2. 蒲公英加红枣，功效有
养肝排毒，净化血液，消除色斑。饮食不当或长期熬夜会引起肝脏损伤，用蒲公英泡红茶不仅能保护肝脏，还可以提高肝脏排毒能力。人体血液中都存在一定量的毒素，时间长了人容易生病，用蒲公英泡红枣喝，能有效减少血液中的毒素含量，减少生病次数。3. 蒲公英加丁香，功效有快速醒酒、杀灭蛔虫、抗击血栓。人在喝醉之后很难受，并且会伤肝，此时用蒲公英泡丁香喝，不仅能降低酒精对肝脏的损伤，还可以快速醒酒。蛔虫是一种很可恶的寄生虫，会大量汲取人体养分，让人身体瘦弱无力，而用蒲公英配丁香一起喝，能全面杀灭蛔虫及虫卵。肥胖人群及老人很容易出现血栓，用蒲公英搭配丁香喝，能清除血管壁垃圾，畅通血管，降低血栓的形成。4. 蒲公英加枸杞，可以提高记忆。枸杞被称为智慧果，配上蒲公英，不仅能改善大脑记忆力，还能提高学习能力，适合学生及上班族常喝。5. 蒲公英加龙眼，功效有治疗失眠健忘、皮肤瘙痒、提高视力。现在很多朋友受到失眠健忘的困扰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睡不醒，整天迷迷糊糊，用蒲公英配龙眼连喝几次就能明显见效。长时间看手机，视力下降很厉害，用蒲公英搭配龙眼喝，不仅能缓解眼疲劳，还可以提升视力。6. 蒲公英加甘草，功效有排出毒素、去皱抗衰。一旦吃了不干净的食物，出现食物中毒，马上用蒲公英泡甘草喝，能快速排出体内毒素，减少毒素对脏器的损伤。7. 蒲公英加山楂，功效有治疗痛经、咽喉肿痛、扩张血管。山楂具有很好的平喘化痰作用，搭配蒲公英一起喝，不仅能消炎平喘，还可以快速消除咽喉肿痛。人上了年纪之后，血管逐渐老化，血流减慢，蒲公英配山楂喝，能扩张血管，提高血管壁弹性，延缓衰老速度。8. 蒲公英加金银花，功效有治疗腹泻、去除痘印。出现急性腹泻，先不要着急吃药，用蒲公英和金银花泡上一杯，喝下半小时后就会有很好的缓解。脸上有痘痘，也可以用蒲公英配上金银花泡水喝。总的来说，蒲公英算是一种良药，平时偶尔用它泡水喝，对人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。但注意，一定要用正确的服用方法。那么蒲公英泡水可以长期喝吗？广州的钱女士就是这样，由于南方多湿热，一到夏天就喜欢上火，所以她的保温杯里几乎每天都装着蒲公英。起初的时候，她觉得清热解毒的效果很好，口腔溃疡、咽喉炎也是好久没犯，但是没过多久，钱女士出现了腹泻的情况。她以为是自己吃错了东西，于是买了些治疗肠胃炎的药物回来吃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药物确实起到了作用，但是没想到停药后不久又开始腹泻。不得已之下，她去找了个中医看，中医对她进行了病情回归，才发现是蒲公英惹的祸。所以虽然蒲公英好处很多，但是小关不建议长期泡水喝。蒲公英性质比较寒凉，长期大量服用很容易损伤脾胃，导致腹泻等后果，对健康不利。一般一周喝2到3次就差不多了。除了不能长期喝之外，蒲公英也不适合每个人。有的人饮用蒲公英水时，不但起不到保健效果，还可能伤害身体。例如脾胃虚寒之人，这类人总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只会加重脾胃负担，加重病症，出现腹痛、腹泻等不适症状。有的人在用蒲公英泡水喝后，会出现荨麻疹、瘙痒等过敏反应。如果有，建议停止饮用，说明你对蒲公英过敏。偶尔用蒲公英泡水喝，对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，但并不适合每个人，所以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，适不适合饮用蒲公英水。此外，更不要指望依靠它去对抗癌症，这样只会导致癌症病情被耽误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，导致后悔都来不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